好，半场比赛。哦，怎么了？刚才好像是一龙受到一个重击。注意看，武僧一龙一个不经意被日本选手重拳击倒，就在被击倒前3秒，一龙还掌控着大比分优势，短短发愣几秒钟就差点被重拳 KO。摇摇晃晃重新站起来的一龙脑瓜子依然很忙。这场比赛是武僧一龙职业生涯当中最刺激、最紧绷的比赛，为了就是击败日本伪娘成功复仇。日本伪娘原名长岛雄一郎，就是因为长岛雄一郎出场时总是喜欢穿着奇装异服，而且还特别喜欢扮演动漫角色，至此在中国获得了一大批宅男粉。如此搞怪的日本伪娘却是日本次重量级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自从击败了武僧一龙，日本伪娘在中国的人气直接飙升好几个层次。就在日本伪娘庆祝击败武僧一龙的那一刻，武僧一龙也迎来了事业的低谷期。网友们纷纷指责武僧一龙，声称一龙根本不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那段时间，一龙一直在崩溃的边缘进行徘徊。被网暴的一龙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备战与长岛雄一郎的2番战。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一龙是如何复仇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这场比赛不单单是一龙与日本伪娘的2番战，而且还是一龙的复仇之战，所以武僧一龙显得特别拘谨拘束。日本伪娘在1番战获利之后，就特别嚣张，扬言自己会在第1回合将武僧一龙的头打烂。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界的一个异类。没错，这长岛雄一郎并不是只有徒有其表，他是 K1 的日本冠军，曾经在 MMA 和站立的双重规则下 KO 过青木真一，出色的选手青木真一，而且他有着超高的 KO 率，高达75%。这位选手12胜里面有9次是 KO 对手。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个选手，相当有特点的一位选手。对啊，这个长岛雄一郎被称为橡皮人，这位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和抗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我看一龙这种重拳正腿能不能突破对方的这个装甲？现在从一龙的方向来看，应该还是试探的啊，双方都在试探。刚才有一个照面，一龙的进攻攻势虽然很激进，但是也很保守。以粘性打法为中心的日本伪娘则是改变了战术。毕竟一龙拥有金钟罩铁布衫，日本伪娘的粘性打法对一龙并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一龙所打出的拳脚进攻非常精准，台下的拳迷粉丝也是在支持一龙，为一龙加油呐喊助威。这是鞭腿，然后杀伤力很大啊。刚才一倒哈，这还好，长岛哈用拳套挡了一下，很危险。一龙绝对是中国武术国际界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当然围绕他从来也不乏争议。那么从一龙他的技术展现来看，他很独特啊，他不属于传统那种典型的散打、泰拳、拳击任何类型的一个选手，对，不属于擂台型的选手，对，不要透露出牌，对，但是他保留了他传统习练武术中一些技巧和个人方式，但这其中他又自行融进了一些现代格斗训练手段。所以说，这位选手可以是一个传武和现代武术的一个契合点。也有人说这一龙这技术是中西合璧的一个怪胎，但我其实想说的，这就是一龙的风格，独一无二，他特有的一个一龙风格。一龙虽然是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但一龙非常小心谨慎。就在日本伪娘对一龙发起猛攻的那一瞬间，武僧一龙直接一记重拳命中了日本伪娘。看到这一幕的拳迷粉丝也是直接沸腾，纷纷站起来为一龙鼓掌欢呼。被重拳命中的日本伪娘非常抗揍，一龙连续的重拳出击根本就打不倒日本伪娘。现场沸腾了，连续10几记重拳，这时候一龙应该打准，别急，这个时候这一次组合拳啊，一龙发出的机遇不错，但我知道这个长岛恢复能力是超强的，他曾经在反应过来的日本伪娘竟然还把武僧一龙给击倒了。这一次一龙的脸算是给丢完了，在被击倒前完全就掌控了比赛节奏，占据了大比分优势。手握优势的一龙非但没有获得比赛优势，还被日本伪娘重拳击倒。如此一来，一龙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要么再被网暴一次，要么就是洗刷耻辱，重新做人。双方有一点及时的这个铃声响起，互相倒地啊，互相倒地啊！这个铃声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扫兴啊！双方已经打到了这种节骨眼上，是不应该出现铃声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比赛的一个特点，双方要利用这一回合3分钟的时间。这个慢镜头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串啊，一龙一串的这种组合拳。刚才是长岛有点走神儿啊。
长岛对这个头部的防守还是稍稍大意了一点、啊。对，手放得很低，手放得很低。那刚才有一个有个这一下重击啊。长岛在最近1年中的比赛呢，战绩也不怎么样，绝大多数都是在以负这场比赛为主的，所以他希望在中国，特别是在2015年呢，能找回自己的状态。我们看到这个长岛这个抗击打能力真是超强啊，怎么打都是不倒。一龙这个重拳还是很有力量的，很有力量，没错啊。哦，刚才这就这一下夹臂的。夹臂的一个侧击啊，打到这一龙这个正好打到下巴和耳朵这个。这场比赛真是悬念迭宕啊，就是斗转直下的形势，双方都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就切换了进攻和防守。对随时都有可能被 KO 的。怎么了？牙套没戴不是。不是擦汗用水试一下自己的这个影响视线。第2回合开始了，一龙在第1回合差点因为大意马虎输掉比赛，这件事情指定要被大家说一辈子。差点被 KO 的一龙开始对日本伪娘稳定输出，不过刚才拿到大比分优势的日本伪娘也是一点都不怂，直接就与一龙展开了内围对拼。反观深陷劣势的一龙直接增强了进攻攻势，是要挽回在第1回合所失去的尊严。又一个重击，真是橡皮人啊！我觉得这个长岛怎么打都不倒。好，湄攻开了吗？他的湄攻被推开了吗？没有应该是湄攻被打开了，眼角应该是眼角啊。我们看左侧眼角的部位被打开了。我们是希望这场比赛。由于2人打得太过激烈，日本伪娘的湄攻貌似被一龙打开了一道口子。就这日本伪娘都没有出现精神恍惚的状况，看来击倒日本伪娘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会阻挡视线，另外对选手这种心理阴影造成这个影响，可能会超过这种肉体这种伤害。看这种慢镜头的确是在乱拳中被打开了湄攻，是左眼下眼角部位，好像是湄攻骨。其实这个湄攻是很容易被打开的，皮肤特别薄对，因为它这个拳头和骨头一个这样割开所以这应该不会是影响比赛继续进行的伤。比赛中的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的，要看这个伤口裂开的伤口和上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运动员的心跳很快，血流速度很快，一旦这个头皮上开口的话，就容易血流不止。看看医生的止血措施怎么样。随后双方头部撞了一下。我们也希望能够比赛继续下去，但一切是否能够进行，要根据医疗监督的态度和决定。双重伤害，我个人是不希望这场比赛。漫长的等待也是让一龙更加紧张，毕竟这场比赛关乎到自己的声誉。上一次的失利让一龙感受到了什么是网暴。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就越疼。此时受伤的日本伪娘也在做着心理斗争。医生也是在一旁观察日本伪娘的伤势，日本伪娘是否还有资格重新投入到比赛之中？没有问题。我们看到这个长岛，他这个教练助手也出现了这个抬脚，来帮他进行处理。没有问题，比赛继续。长岛开始发力了，漂亮。刚才那个前手的平勾加摇闪真的是非常漂亮。现在双方因为这个伤势的处理呢，也恢复了很多的体力可以说要重新开始。没错，但是长岛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职业格斗选手。没错。我们先不谈他的变装或者御宅族的这种特色，但是这位选手在擂台上充分展示自己这种精神对，值得我们尊敬，的确是也值得钦佩。就算日本伪娘的湄攻被打开了一道口子，但依然不怂武僧义龙，依然可以与武僧义龙进行火力对拼。反观武僧义龙已经被完全激怒，不管37-21，直接就开始对日本伪娘发起猛攻。就算日本伪娘的进攻攻势很凶猛，打出的防守反击也很精准，但这些还不足以让武僧义龙停下进攻的脚步。双方都有可能随时倒地。这是一场最接近
原始格斗的那种啊，对，嗯双方都在用原始的那种意志力在进行扛着，在进行硬拼，已经将本能凌驾于技术之上。对，好漂亮！而且两人都有这种绝对的重拳，还有极强的这种抗击打能力。对啊，所以这种比赛啊，真是太精彩了。一龙这个现在练了一招啊，低扫腿，低扫腿啊。10秒钟啊，第二回马上要结束了。我觉得长岛目前这个出拳没有那么主动啊。比赛结束了，日本伪娘依然很亢奋，就算额头被一龙打烂，也不会出现一次读秒。看来日本伪娘的抗压能力真的很强。反观武僧一龙也是非常理智，尽量不与日本伪娘展开太多的迂回拉扯，能在近距离火力对拼就在近距离火拼。总体来说，俩人的实力算是旗鼓相当。是的。在这个慢放中啊，双方都互给对方了不少拳头啊。啊，这是头撞的那一下，双方贴的太近了。对对对，而且这种近身格斗、这种缠斗对攻非常难避太多了。第3回合开始了，一龙的主动进攻极具有侵略性，连续的拳脚进攻也是让日本伪娘且战且退。不过日本伪娘这个家伙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就算湄公被一龙打开了一道口子，那也无法阻止日本伪娘对一龙发起进攻。持续的拳脚进攻并没有让俩人感觉疲惫，而是越打越兴奋，越打越有激情。看来今天这俩人必定要死一个在擂台上。特别是在开了对方湄公以后呢，可能在自己的球变法更有优势。全程啊，这个一龙出拳越来越重，越来越拼，越扎实啊，真是比以前他的比赛好看多了。而且最近几年他还是打了很多比较不错、精彩的比赛。对，像长岛的湄公，我目测大概有半个手指那么长。这个也是如此。但是现在这里好在这个比赛回合数短一点，如果咱直接圈定到10个回合的话，就没得打。对，没错。现在长岛主要的这个进攻就是左右的摆拳和下面的勾拳，好像弧线拳为主。但是一龙好像开始这个接触这种直。虽然俩人是在内围进行对抗，其实他俩是在近距离进行火拼，裁判也是没有权利上前干扰他们俩。一龙的气势依然很充足，也很充分。不管日本伪娘实施什么样的限制动作或者是招式，都无法阻止一龙对日本伪娘发起主动进攻。但是你看这个长岛虽然受伤，但是他战斗力一点没减，战斗值没减。可以说在整个的拳法连击上面，两个人的体能也都到了极限了。这场比赛我们已经过中段了，现在双方最后1分多钟的坚持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时刻双方就是在靠那种意志力在扛啊。可以说，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双方都演绎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进攻真是凶猛，也是踢得挺狠的。能看得出啊，一龙太重视这场比赛了。一龙为了获得比赛胜利，连命都豁出去了。从比赛状况上来看，日本伪娘依然不处于劣势。虽然一龙的进攻攻势很强，出拳出腿的频率也很高，但日本伪娘打出的拳脚进攻非常精准，这就让武僧一龙有点难以招架。长岛明显在这个打击频率上，在第3回合要下降啊，低于一龙多了，要稍微多。我唯一惊叹的是，他是那个动漫人物附体的，真是抗击打能力超强，打不死小强的感觉啊！
现在穿着晋级的巨人的长岛雄一郎这个，直至比赛结束都没有出现 KO， 全场比赛就武僧一龙被击倒了一次，日本伪娘一次都没有被击倒。就算被打得鼻青脸肿，日本伪娘依然可以坚强的屹立在擂台上。一龙为了不被网暴，也是拼尽全力与日本伪娘进行火拼。观众奉献一场150分钟的直播，每个月都会有世界顶级的选手登陆武林风的擂台。比赛结果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judges have it scored. The judges have the scores as follows. Judge 1 scores the bout 28-28. Judge 2 sees it 28-28. And Judge 3 has it 28-28. We have it. 最终裁判宣布比赛结果为平局，一是为了维护武僧一龙的名誉，二是为了让武僧一龙不再经受网暴。大家觉得裁判的判罚是否有问题？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